6500万年前，一颗堪比珠穆朗玛峰大小的陨石撞击地球，导致地球地壳被激活。印度板块载着印度大陆向欧亚板块俯冲而来，硬生生将青藏挤成5000米的高原。然而冲击力仍雄心不减，继续一路北征，直到遇见扬子板块的顽强抵抗，中国横断山脉横空出世。这里的山脉面积高达35万平方公里，平均海拔4000到5000米，从高空俯瞰尤为壮观。除了大自然的力量，或许没有什么能将这里的地貌改变，甚至连一条路都不可能修通。可惜它与青藏高原都诞生在中国。2006年，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，一举结束了青藏高原没有火车的历史。而在多年后的今天，一项论证了近100年的超级工程也正式开始修建。川藏铁路起于成都，经过雅安、理塘、林芝、山南等地，最终到达西藏首府拉萨，全线长1724.39千米，总投资约2700亿元，平均1公里1.5个亿。由于工程量太过庞大，川藏铁路共分为3段进行施工，目前第1段已经基本完工，第2段也在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，唯一还没修建的则是第3段雅安到林芝。这段铁路全长约1000公里，将穿越恐怖的横断山脉，桥隧比例高达90%以上，也就是说700-800公里都在隧道中，100多公里在桥上，真正在地面上的可能只有几十公里。要修通雅安到林芝的铁路，必须面临3大难题。第一，巨大的高差问题，全程建设的隧道与桥梁将累计爬升1.6万米高度，相当于征服2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。以海拔700米的雅安为起点，穿越二郎山并爬坡600米，来到1330米的泸定县，再爬坡1200米到达康定县，全长仅有30公里的距离，坡度达到40%，即每1公里就要上升40米。从康定往西还要再继续爬升1800米，经过4300米的遮多山，此时才刚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藏区。经过一系列爬坡、下坡等路段后，会经过海拔5100米的东达山垭口，这也是全县海拔最高点。相信你一定没见过5000米海拔的火车。川藏铁路全程就像在坐过山车。此外，川藏铁路还会经过著名的怒江72拐。未来这里要修建川藏铁路怒江特大桥，桥面距谷里距离约700米。700米的净空高度比上海中心大厦还要高70米，乘坐火车就如在天上一飞而过。第二，恶劣的地质条件。如果想修通雅安到林芝的铁路，必须贯穿整个横断山脉，穿越地球板块冲撞处，并一路西行，最终深入青藏高原腹地。途中会遇到地震、滑坡、岩爆、地下暗河、泥石流、断层破碎带等多种不良地质环境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更大难点，逐渐北扩的青藏高原正在蠢蠢欲动。据最新资料记载，横断山脉甘孜到玉树段的断裂带正在每年以4到12毫米的速度位移，犹如摩克利斯之箭悬于工程师头顶。在这样的板块断裂带上穿行，就如同人在即将解冻的江面上行走，一路危机四伏。上世纪我国修建的3大奇迹之首成昆铁路，只是沿着青藏高原板块冲撞带边缘行走，就被国际工程界专家认为中国人疯了。成昆铁路建成后还被制成象牙雕塑，象征20世纪人类奇迹，收藏在联合国总部。而如今修建的川藏铁路更为疯狂，要直接贯穿板块冲撞带，与大自然做抗争。第三，特长隧道群。雅安至林芝的铁路可能会出现典型的长大隧道。第一是康定至新都桥段的遮多山隧道，全长38.3公里。第二是理塘至巴塘段的海子山隧道，全长37公里。第三是巴素至密段的博舒拉岭隧道，全长53公里。第四是然乌至麦通段的日贡隧道，全长54公里。这4条隧道均超越国内在建的第1长隧高黎贡山隧道34公里，其中遮多山隧道未来将上4个大型 TMB 掘进机掘进。如果说川藏铁路有多恢宏，那工程建设就有多难。那中国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与金钱去建造？或许你没见过藏南地区崇山峻岭背后的城镇与村庄，
还在依靠牛车甚至人拉肩扛来运输。解放军在6、7千米的海拔站岗放哨，保卫中国领土，而生活物资运输却要翻越多个山头才能到达。而川藏铁路建成后，一切都将改变，内陆经济连接藏南，外接南亚诸国，成为国家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，让西藏人民破浪前行于世界。